大家好，我是罗乙，欢迎来到罗乙时间。我们都想知道人的寿命是多少。既然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我们还是从 DNA 来看人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前面几集都介绍了什么是染色体 DNA。那么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23对染色体。染色体的研究已经确定，人类的寿命与染色体端部的端粒长度有关。那什么叫端粒呢？端粒就是在每一个染色体的两端都有一个高帽子。我们看看这像不像高帽子？这是一个染色体图，这像不像高帽子？这个高帽子是干嘛用的呢？它是保护染色体的结构稳定，避免与其他染色体融合，它非常重要。这个高帽子是一段长长的 DNA 编码序列，叫做端粒。那我们从这个图上我们来看到的呢，就像帽子，是吧？它起一个保护作用，避免和其他染色体融合，它起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这看上去像帽子，对吗？但是他又怎么说呢？他说是一段长长的 DNA 序列。那我们就看是这个帽子，当它展开以后，把它铺展开以后是个什么样子？看到吗？就是这个样子。展开以后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端粒的 DNA 主要结构是由6个 DNA 编码片段，6个片段 TTA-GGG 6个TTA-GGG 它多次的重复组成的。在不同的染色体上面，每个端粒中包含这个编码片段的重复的次数是不一样的，从500到2000不等，就是说重复的次数从500到2000不等。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一个端粒的 DNA 编码图 TTA-GGG。 我们来看啊， TTA-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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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全部都是 TTA-GGG 的重复，而这样的重复次数呢是500到2000个不等。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帽子，称作端粒。它的作用是保护染色体不要相互融合的，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那它怎么和我们人体的寿命又相关呢？我们来往下看。端粒的总长度是6个编码的重复次数，就是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长，但是这个长度呢会随着细胞分裂次数的增加而减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每平均2.4年就要分裂一次，对吧？我们一生当中呢大约分裂50次，就是我们的细胞分裂一生当中大约分裂50次。那么差不多这个人就要死亡了，就是说在一生当中。
平均是2.4年分裂一次，它是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每分裂一次就会减少，它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它减少，就是说分裂一次、分裂2次，这是在增加，而你增加越多，那么这个重复的次数呢就在减少。你像500到2000次，对不对？刚才说的，那么分裂的次数越多的话，它的重复的次数就越少，也就是说那个端粒呢就变得越来越短，就是这个意思。而婴儿的染色体的端粒编码片段重复次数是最多的，越到年龄增大，这个就重复的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孩子越小，他的重复次数越多，那年纪越大，他的重复次数就越来越少，就是这个端粒越来越减少，重复次数越来越减少的时候，人就越来越老，就离死亡越来越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研究呢，端粒的长度大约可以承受起50次的细胞分裂。那刚好我们的细胞分裂差不多都是50次，那它的长度也只能够承受这么久，50次，所以它慢慢越来越短，人也就离死亡越来越近。而婴儿的呢，它的端粒的重复次数是最长的。所以根据这个样子的一个研究计算呢，就是细胞平均是每2.4年分裂一次，这样子由此就计算出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平均寿命应该是120岁。那么为什么孩子的寿命和出生时父母的年龄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父母很年轻生的孩子和这个父母很老生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不会因为父母年纪很大生的孩子就会短命一些，寿命就短一些，而年纪很轻的年轻人生的孩子呢，他的寿命就会长一些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就看什么原因呢？在细胞中染色体端粒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短，对不对？那年纪轻的人他的端粒就会长，那年龄大或者年龄老的人呢，他的端粒就会短嘛，对不对？可是他的孩子生出来呢，不会有这个差别，他们的端粒虽然年纪大的人端粒越来越短，可是他生出来的孩子和年轻人生出来的孩子不会不一样，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比方说有的男人可能到了60岁70岁还生的小孩，和那个20岁30岁的年轻男人生的小孩，他们是同等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小孩的端粒是同等的，不会因为是他的父亲是个老年人，那这个小孩的端粒就很短，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一部分精原细胞它不再继续分裂在男人的身体中，而是保留下来了，成为产生新的精原细胞增加的泉源。就是说它保留了这个精原细胞和这个精巢里面最早的精原细胞内的 DNA 编码是相近的。这样子的话呢，男人就不能够因为年龄的老，精子也跟着老，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精子
就是说它老，它的细胞里面的其他细胞里面的那个染色体的端粒会越来越短，但是精子里面的没有改变，它20岁的精子和60岁的精子是同等的，不会衰老，这就是原因。而女人的卵圆细胞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从 DNA 上看，这些都是 DNA 编码指令赋予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为人类的生殖繁衍带来了极其严格与合理的过程，对不对？如果要是不合理的话，那年纪越轻的人生的孩子寿命越长，年纪越老的人生的孩子寿命越短，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感谢造物主的。生命的遗传是 DNA， 那么你必须要从 DNA 编码去认识生命的秘密，也必须依靠对 DNA 编码的分析来认识我们的生命。在目前的生物界，对 DNA 的认识，他们仅仅停留在 DNA、RNA、氨基酸、蛋白质的阶段，这对医学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寻求生命的起源和遗传的这些问题上，就必须要借助对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去寻求答案了。因此，电脑编码的科学和数学就成了有力的手段。再比如像进化论是否正确的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再是生物学家的专利了，相反，这是他们的弱势。生物学家必须加强对 DNA 编码的全面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基因的编码研究上。对于人类寿命这样重大的问题，端粒编码就是重大的研究课题。不论多大年龄生育的孩子，都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寿命。这里包含了生育过程中的 DNA 编码的秘密。全世界人染色体的端粒都是一样的编码 TTA、GGG， 一样的重复次数，这是不能随机产生的。仅仅对端粒的编码序列做一个数学分析，随机产生这样的设想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全世界人都有相同的生殖系统，都是人体中 DNA 编码编织出来的。产生这样的系统的 DNA 编码序列，包含的编码数量就更多，能够编织出相同的人类生殖系统和生殖规律，一定是有相同的编码序列和信息。这样相同的编码序列不可能随机进化产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认真的思考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分析，就一定会对虚假的进化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非常有趣的是，科学研究发现，从婴儿开始，端粒的长度大约可以承受50次的细胞分裂，细胞平均每 2.4 年就分裂一次，所以由此可以计算出人类可以达到的平均寿命。
应该是120岁。那么在3500年前的圣经中的创世纪6章3节记载，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里是120岁，这里是120年，这是不是挺有趣？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